咁多位心急如焚嘅兄弟，大家好啊！我相信大家都係等緊轉會評論等得好辛苦噶啦。咁我工作得辛苦之餘呢，亦都係會注意健康，咁大家記得要身體健康添啦。咁同埋呢，就係多謝呢，就係醫護嘅付出，以及就係呢一個比賽未完，作為球員唔好放棄嘅係格言，一定要常記住心裏邊啦。嗱，今日終於有啲時間做轉會評論啦，咁我當然咧就係知道利物浦同埋熱刺經已有官方宣布嘅轉會，咁但係我都必須要講咗新組呢一單轉會消息先嘅，因為咧呢兩日突然之間咧係出現咗好大嘅變數，呢個變數咧就令到我重新認識乜嘢係轉會新聞啦，乜嘢係公眾資料啊，乜嘢係秘密資料啊，同埋咧我真係要話俾大家知咧。曼聯竟然係可以犯一個咁低級嘅錯誤嘅，呢個低級嘅錯誤嚴重程度遠遠大於一個中堅喺自己嘅禁區裏邊送大禮嘅，你話幾大劑啊？嗱，一於講一講啦。嗱，不過首先呢，我同大家跟進翻呢10日發生過嘅故事啊。7月31號有報道指出，曼聯呢係想先俾6000萬英鎊。之後咧，再透過流動條款提升去到1億英鎊。8月3號有報道話，曼聯諗住用分期付款嘅方法咯，咁啊先俾7000萬歐元作為首期，未來2年咧就分開第二期、第三期。第二期咧俾3000萬，第三期俾2000萬咁樣樣，總值1.2億歐元。咁仲話多蒙特咧都曾經接受過類似嘅報價。上次就係接受咗巴塞分期付款買丹比利啊，去到8月2號啦，多蒙特咧將8月10號設定為轉會嘅死線啊，話俾曼聯知咧8月10號之後就唔再理佢哋噶啦。咁就話係因為咧想新組可以專心投入翻個訓練備戰下一季嘅德甲。咁8月10號之後咧就免談轉會啦，咁但係亦都咧就係有催促曼聯報價嘅意思嘅，咁但係曼聯嘅態度咧去到嗰一刻仲係唔心急個噃。嗱，曼聯咧係想先搞掂咗山齊士嘅轉會。係要貼錢送佢走噶，大約賠咗500至1000萬英鎊，同山齊士咧就係解約，等佢可以同國際米蘭簽約，藉此咧曼聯就可以釋放到個薪酬嘅空間出嚟，唔需要咧再幫國際米蘭去俾一個同熱刺隊長哈利簡尼差唔多嘅人工。嗱，甩咗山齊士之後咧，曼聯未來2年係可以慳翻接近5500萬嘅英鎊啊，咁當中包括4000萬英鎊嘅人工，咁同埋1500萬英鎊嘅獎金噶。咁當時咧好多嘅報道就係話曼聯釋出金錢咧係收購新組嘅先兆，咁仲有人話咧就係新組經已入咗曼聯嘅 WhatsApp group，咁不過好快就俾人踢爆咗咧，其實只不過係英格蘭國家隊嘅曼聯 WhatsApp group，咁當中有曼聯球員，所以咧就俾人哋話係曼聯 WhatsApp group，其實咧嚴格嚟講，只不過係英格蘭國家隊嘅 WhatsApp group 啫。咁啊，隨即啦，去到8月4號，踢球者係作為第一個傳媒報導，曼聯啊根本係冇同多蒙特接觸過啊，根本係冇接觸過。隨即，曼徹斯特晚報咧爭相報導啦，話曼聯認為價錢太高，不切實際。跟住咧，類似嘅報道接踵而嚟，大部分都話陷入咗僵局咯。主要嘅原因咧係曼聯依然係等待緊多蒙特減價。好啦，一日之後去到8月6號，多蒙特嘅總監衝出嚟講嘢啦，佢竟然話咧曼聯根本一直都冇報過價啊！確實咗係冇報價啦。咁原來咧一直以嚟雙方咧係揾中間人溝通下咁嘅啫，冇正式官方對話展開談判噶。跟住啦，好多報道就係話咧呢啲咧係曼聯嘅策略嚟嘅，曼聯表現得越輕鬆越唔着急咧，就可以逼到多蒙特減價咁話。嗱，去到咧8月10號咯，即係轉會嘅死線啊！咁有人就影到咧就係新組翻咗英格蘭，隨即咧就引起熱烈嘅討論。咁但係多蒙特嘅發言人就話咧，只不過係新組請咗1日半假期，翻屋企食餐飯咁嘅啫。咁之後咧就翻嚟訓練基地噶啦。嗱，好啦，故事講到呢一度，去到差唔多咧，越嚟越接近死線8月10號咯噃。嗱，到目前為止，我哋以已知嘅消息咧嚟總結一下雙方嘅籌碼。嗱，點解多蒙特要企到咁硬1.2億唔肯減呢？
以暫時我哋所知嘅消息呢，就應該係估計佢哋係想呢攞高啲嘅價錢去彌補翻分俾曼城嘅錢。咁事關呢，就係佢哋要分15% 嘅轉會費俾曼城嘅。嗱，3年前辛祖以800萬英鎊轉會多蒙特嘅時候，曼城係將呢一個2次轉會條款加咗入去㗎。咁如果曼聯以1億英鎊成功收購辛祖嘅話呢，曼城會得到其中嘅1500萬英鎊。咁所以就可能話呢，多蒙特需要呢較高個價呢嚟彌補翻呢一段嘅係損失。咁而呢個曼城點解呢？就係好似好輕鬆啊，好老定咁樣樣呢？咁佢哋認為呢係有2個嘅原因嘅。第一個原因呢，就係欠缺競爭對手啊！曼聯呢知道係得佢哋有錢嘅啫，其他球會都唔夠資金買辛祖。第二個原因呢，就係曼聯得到嘅資料係辛祖份合約即將喺2022年到期，咁所以呢，佢哋認為多蒙特呢就唔可以等到2021年嘅夏天先至傾，一定要逼住2022年嘅夏天，即係依家傾。如果唔係嘅話咧，就傾唔到好嘅價錢。嗱，呢一個理由呢，亦都係令到我之前一次嘅轉會評論當中講過一句說話啊嘛，就係姣婆遇着脂粉客啊嘛。多蒙特呢，就係姣婆嚇，佢哋2022年就會喪失生育能力，等唔切噶啦，一定要2020年交配。而曼聯呢，就係脂粉客啊嘛，急於交配啊，就係盡快提升嗰個呢就係人口實力啊，咁所以呢，一定係會一拍即合，盡快交配成功噶。咁啊，令到我大膽預測呢，就係辛祖今年暑假定必入魔啊嘛。咁但係呢一個睇法呢，就俾多蒙特嘅總監喺8月10號嘅一番言論完全擊破晒喎。嗱，呢部分呢，亦都係整個故事嘅高潮所在啦，一個意想不到嘅劇情即將出現啦。嗱，多蒙特嘅總監竟然係話，其實呢，喺上一年嘅暑假呢，我哋加辛祖人工嘅時候，就經已同時將嗰個合約延長咗去到2023年噶啦，老友。嗱，呢番說話一講完之後呢，爆咯，即刻爆咯。點解咁爆啊？網上邊嘅所有足球網站都立刻將辛祖嘅合約到期年份由2022年一夜之間改成2023年。哦，原來8月10號之前，全世界都以為辛祖份合約係2022年到期，但係原來背後嘅事實係2023。我2個月之前同大家做轉會評論嘅時候，就係用網上邊嘅資料嘅啫嘛，咁得到嘅就係2022，咁所以我咪就係用呢一個資料嚟預測咯。咁但係原來呢一啲資料呢係錯噶噃。嗱，我相信啦，呢一件事之後呢，全世界嘅人呢都要重新去認識咩叫公眾資料，咩叫秘密資料嘅。嗱，多蒙特上一年根本就係做咗一次秘密續約，咁而呢係完全冇講過俾任何外間嘅人知道嘅，係要多蒙特嘅總監講咗呢句說話之後，我哋先至恍然大悟，我哋先至明白點解多蒙特可以企到咁鬼硬，係2023年先至到期。即係下一年嘅暑假，仲未進入波士文條約年份啊！辛祖2022年呢唔會免費轉會，所以2021年依然係可以繼續叫高價噶。即係話2020同埋2021都係可以叫高價噶。多蒙特根本就係唔需要咁快發酵咯。2022年佢哋依然有生育能力，咁所以我當時嘅預測就係錯咗嘅。因為我當時嘅假設係到期年份2022，呢個唔係事實啊嘛，咁但係今次我嘅預測失誤，情有可原啦。唔係話因為辛祖依然仲有轉會機會啊，而係因為我作為一個香港嘅評論員，我只係可以由網上邊攞資料嘅啫嘛，我冇可能會得到內部嘅秘密資料。咁但係呢一件事對於曼聯嚟講呢，就冇得原諒噶啦。嗱，曼聯作為真正嘅買家，喂大佬，佢哋主角之一，竟然咧都冇摸清楚第二個主角嘅底。如果曼聯一早就係知道對方個底係2023年到期，態度就唔會係咁樣樣啦，一定咧就唔會諗住拖字訣啦。點會愚蠢到一直拖到個 deadline 過咗都唔知發生咩事啊？佢哋諗住 deadline 之前會減價啊嘛，但係件事唔會發生，一路拖咁咪搞到過晒死線都完全做唔到嘢咯。
一定係會知道拖字訣唔會奏效，一定唔會逼到對方減價，一定會更加積極去談判啊！如今咧，曼聯顯示出嚟嘅態度咧，就真係以為2022年到期啊嘛，一路表現得輕鬆唔着急咧，仲要揾個第三者去同對方傾喎，諗住咁樣做咧就可以逼到多蒙特咧就係急起上嚟自動減價喎，諗法大錯特錯啦！仲要咧係一個低級嘅失誤嚟㗎。嗱，曼聯揾第三者去傾，就變咗咧好多嘢都冇得話問清楚啦。咁啊，結果咧就連人哋份合約幾時到期都冇問清楚到。咁如果曼聯啊係積極同人哋傾嘅話，你親自對話，你傾下傾下點都會傾到入肉噶嘛。你點都會講喂，點解你唔減價啫？你唔知道到時2021年你嗌唔到價嘅咩？咁人哋就會同你講噶啦嘛。喂！唔係2022嘅，係2023先至到期，你唔使諗噶啦，咁樣樣，咁你會知噶啦，你會摸到個底噶啦嘛，咁曼聯呢，就係會唔會浪費時間，唔會拖到呢個死線過咗人哋入世呢個呢，就係訓練基地啦，係嘛？咁曼聯呢，竟然係用網上邊嘅資料去同人哋傾，一路呢，就係拖到8月10號死線過咗都唔知死。呢個失誤咧嚴重程度係大於一個中堅喺自己禁區裏邊送大禮，因為曼聯今次咧直頭唔係話踢波送大禮，而係咧比賽之前去錯球場啊！直頭連個比賽都踢唔到啊！今次攞嘅資料錯咗啊，個地址錯咗啊，去到咁嘅程度，直接俾球證咧宣佈係輸0-3。咁所以多蒙特嘅秘密續約睇落咧，好似一套懸疑劇、懸疑片，但係曼聯嘅竟然係冇摸清個底嘅，呢個變咗荒誕片添荒天下啲大謬，你傾生意你都完全唔清楚對方嘅底，其實都唔係底嚟嘅，呢一個其實係一個你必須要知嘅資料嚟噶嘛，大佬啊，你都唔去摸。即係呢一個呢，就係懸疑片同呢個荒誕片之間呢，就只差一線，就係曼聯冇問清問楚嘅啫。咁所以今次呢，呢一套連續劇即係都令到我哋大開眼界噶啦。原來呢，呢個世界上有好多秘密嘢，足球嘅秘密嘢我哋係唔知嘅，亦都唔會知嘅。咁而且呢，亦都係原來一間大球會好似曼聯咁樣樣，都係可以犯呢啲咁嘅錯誤咁鬼大意。好啦，咁講到呢一 part 咧，就進入條片嘅第2 part 噶咯噃，就係我同大家重新預測一下啦。呢一次嘅轉會連續劇嘅劇情到底係會點樣發展嘅呢？究竟係經已係告一段落啊，定係一個新章節嘅開始呢？嚟個係 Season 2咧，第2季呢？以而家嘅情況嚟睇呢，多蒙特就經已冇可能減價，大家知啦。咁曼聯咧，經已亦都唔可以再等噶咯噃，你要嘅話咧就出價啦，1.2億，咁亦似乎咧就冇咩可能可以逼到新組咧就係提出呢個轉會嘅申請嘅，人哋經已翻咗訓練基地練波噶啦，證明人哋其實係冇準備同多蒙特咧就係反面嘅，而新組同佢嘅經理人咧亦都係同多蒙特嘅關係一直保持住良好嘅狀況啦，咁所以咧依家嘅討論咧就只不過係新組值唔值1.2億嘅啫。咁同埋咧就係曼聯就算開到個價都好啦，咁多蒙特依家仲會唔會接受嘅咧？事關我哋都知得到咧，就係經已咧係過咗個死線嘅啦嘛。曼聯因為錯誤嘅信息咧而錯過咗個機會嘅啦嘛。咁仲會唔會再可以傾嘅咧？不過咧，我認為曼聯咧仲係有機會傾嘅，因為如果多蒙特完全係冇興趣談判嘅話咧完全冇興趣賺錢嘅話咧。咁佢哋嘅總監都唔需要話衝出嚟去講個秘密俾大家知啊，唔需要將個秘密續約嘅事實公諸於世啊，佢都冇諗住放人就唔使講啦。你唔報價，件事唔發生咪算數咯。咁但係曼聯唔報價，多蒙特嘅總監反而撲出嚟講個秘密續約嘅事實出嚟，咁其實即係都係想話俾曼聯知，曼聯所知嘅底牌咧就係錯嘅，依家咧就話翻俾你知啦，2023你重新出牌啦咁樣樣，咁其實咧。都係提緊曼聯報價嘅啫，咁多蒙特依然都係想賺錢嘅，所以依家咧最後一個需要考慮嘅因素就係究竟新組值唔值1.2億？要回答呢一個問題咧，要考慮到2個層面嘅。第一個層面咧就係世界大事，會唔會令到新組去降價咧？整體嘅價錢會唔會係
驟降或者叫做通縮呢？咁而第二啦，就係新組本身啊，競技實力嚟講，去唔去到1.2億呢？佢本身嘅實力值唔值嘅呢？嗱，咁我就回答咗第一個層面先啦。世界大事會唔會令到新組降價？我認為個答案呢係唔會嘅，因為呢，我哋可以預示到去到2021年球季嘅開始嘅時候呢，就有機會有疫苗噶啦。咁球迷就變咗呢，2021至22嘅球季就可以開始入場睇波。咁所以2021年嘅球季當中呢，球會嘅收入會逐漸轉趨穩定同埋正常。咁既然多蒙特去到2021年都依然係有條件去叫高個價，個經濟呢又開始好翻。咁即係話呢，好難係令到新組會減價嘅，變咗呢，就世界大事就未必可以令到新組嘅價錢呢就係驟降或者呢就係通縮嘅出現。嗱，第二個層面啦，就係究竟新組本身啊競技實力去唔去到1.2億嘅呢？嗱，咁我又首先俾個答案大家啦，我係傾向覺得呢。新組係去到一個咁高嘅價錢嘅。嗱，因為新組咧擁有依家國際球壇唯一獨有嘅優勢嘅。嗱，新組有啲咩咁厲害呢？嗱，佢厲害之處就係佢只有20歲仔，但係個整體意識係經已成熟。嗱，點解呢一樣嘢係咁關鍵嘅呢？你留意翻呢，就係新組係咩球員啊？新組係一種速度型嘅進攻點球員，速度型進攻點就即係玩爆炸力嘅。咁所以20歲嘅時候，整體意識成熟呢就好着數咯喎，好值錢噶咯噃。嗱，大家明唔明呢？應該明噶咯喎。嗱，我以史達寧為例啊，史達寧20歲嘅時候啦，好快速度啊，係咪好勁啊？爆炸力，但係個整體意識咧係非常之低嘅啫。嗱，佢就係一個速度型嘅球員，佢要玩爆炸力，爆炸力最勁嘅時刻咧就係20至23嘅，甚至係呢一個19至22添。咁呢個咧就係爆炸型球員、速度型球員嘅高峰期嚟嘅。咁但係佢呢一段嘅時候咧，整體意識係非常之低嘅啫噃。佢係要過咗呢一段時間，過咗23歲咧，先至係開竅啊嘛！呢個史達寧先至係整體意識成熟啊嘛。咁所以當呢個史達寧成熟嘅時候，佢嘅身體就經已不如佢嘅20歲時候啦。亦即係話咧，佢喺高峰期當中咧並無整體意識去幫佢再提升、再爆發。咁但係新組咧正值高峰期啦，依家20歲仔就算係19至22，仲有2年嘅最高速度玩。但係經已有整體意識去幫佢大爆發噶咯噃，將佢咧就更加提升喎。咁所以咧，佢嘅高峰期嘅厲害程度咧，就係比呢個史達寧強大好多嘅。曼城收購史達寧之後咧，花咗一段長嘅時間去令到佢開竅，開咗竅之後，經已唔係高峰期。但係曼聯收購新組之後咧，就完全唔需要花時間幫佢開竅，佢開咗噶啦，根本咧係即食嘅。咁所以呢一啲球員咧就係會咁貴啦。咁而且喺個市場裏邊咧，冇第二個20歲嘅速度型綠葉球員有佢嘅整體意識水平，冇第二個正值高峰期嘅爆炸速度型球員有佢嘅整體意識。咁變咗佢咪貴上加貴咯。咁但係啦，一旦你得到佢嘅話咧，你嗰個實力就係大幅度提升嘅。咁所以咧，我係會建議曼聯去馬噶。新組基本上係未轉會都能夠確定係一個成功嘅轉會嚟嘅，除非又係嗰句啦，有啲秘密嘢我唔知嚇。例如咧就係佢原來有一個隱性嘅傷患，甚至個隱性嘅病我哋唔知，咁冇嘢好講啊。但係以依家嘅係事實嚟去睇咧，就係成功嘅機會咧係高達90%嘅咁所以咧曼聯去馬嘅話咧，佢哋嘅實力會提升。而一旦去馬嘅話咧，其實多蒙特咧都會好似當時咧放呢個丹比利嘅事件一樣嘅，即係當時咧喺2個月之前，佢哋又係衝出嚟話丹比利唔會走會留隊，點知2個月之後咧就係賣咗俾巴塞噶嘛。而今年嘅轉會期限咧係10月先至過嘅，咁曼聯依家仲有時間嘅。嗱，嚟緊嘅時間咧就係要大家剔下廣告，撳下廣告，彈晒啲廣告嘅視像出嚟，播晒有聲廣告片，唔好瞄條聲，佢咁樣先至可以幫到小弟有翻啲收入噶。多謝你先啊！
咁記得咧就係要訂閱撳鐘仔啦，方便新片嘅通知啦。咁同埋就唔好裝檔廣告程式。咁 YouTube 呢一邊咧有專屬直播嘅會員可以參與，而 Patreon 嗰邊咧有唔同嘅會員，包括專屬直播咧、微觀星馬同步，同埋片尾彩蛋。今次嘅片尾彩蛋咧就係話，如果曼聯買唔到啦，仲有啲咩選擇咧？好啦，Patreon嗰邊咧就係有學生優惠，而且咧就係月頭加入月著數嘅，咁大家可以把握機會。拜拜。